这不是护身符，而是10多年前我在台湾的第一份薪资单。职称是工程师，工作内容是用 C# 写桌面软体，月薪台币28000，再加些有的没有的，最多就是年薪35万。而在那个鸡排只要50块的年代，这张纸代表了我的起点，也代表那个责任制与加班费是0的时代。那么时间回到现在，我目前住在德国慕尼黑，担任一家 DNA 定序公司的技术主管兼系统架构师。我的年薪当然是比这张纸上的数字多了非常多倍。如果去查德国薪资行情类似的薪资加上慕尼黑的物价，市场行情大约落在9到10万欧元左右吧，可能就是台币300万上下。这份薪水在德国已经算是较高的收入水平了。要知道，在2025年，德国的税前中位数薪资只有45000欧元，而平均薪资是52000欧元。如果我们用汇率35来算的话，那大概就是年薪175万台币左右，而且这还是税前薪资。看到这里，你是否也已经发现，其实德国的薪资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高？毕竟在台湾的 PTT 上大家的年薪都是300万起跳，在 D 卡上年薪没有500万都算是低收，在 Threads 上年薪没有到800是社会底层。Anyway， 这听起来是一个标准的毒蛇翻身励志故事，对吧？我也曾经以为是，直到我拿到德国薪资单的那一刻我才发现这根本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陷阱。在德国，就算是年薪10万欧元的生活，绝对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今天我们就要用工程师的思维来拆解这张德国薪资单背后的系统性错误。嗨，我是勋，在德国，我的工作是在医疗领域设计系统来分析人类的原始码，也就是基因 DNA。这是我在德国的第3份工作，我的职涯路径其实还蛮有趣的，刚好见证了德国科技业的变迁。我从最早的 blockchain 转调到 IoT， 再到现在的 biotech。虽然领域不同，但本质上都是数据的流动与处理。这也是为什么我能拿到 tech lead 的薪水溢价。而为了展现实验精神我不只要给你们看那张28K， 我还要公开我之前2份德国工作的真实税后薪资。这是一条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的曲线。现在你们看到，这是我在德国念硕士期间，当时我在柏林的一家初创公司实习，1周工作20个小时，当时的月薪是1200欧元，付完税后拿到手是多少呢？1069欧元，拿到手将近90%。当时我天真想，哇，好像也不差嘛，但其实我错了因为我当时是学生，那是德国税务系统给我们的新手村保护机制。硕士毕业后我就留在同一家公司转正，职位是 blockchain developer。那时候是 Web3 最火的时候，我的年薪是42000欧元，刚好通过蓝卡的门槛，月薪3500欧，大概是台币12万吧。经过1级税卡的洗礼我的税后薪资大概只剩下2250欧，也就是台币7万8左右啦。薪水比起实习涨了3倍，但被扣掉的钱开始让我觉得其实不是很开心。后来大概是半年1年后吧，我就转去做了 IoT 的工程师，也是在柏林，薪资是48000欧元，月薪4000欧，大概就是台币14万左右。但实际上我的税后只拿到了2574欧。这时候将近40% 的钱在发薪日之前就已经消失了。而现在我来到了慕尼黑，进入了医疗 DNA 领域。我们用目前的市场行情9到10万欧元的积聚来看虽然我的薪水是实习时的好几倍，但我每个月真正能存下的钱并不是以相同的倍数成长，甚至是差了非常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diminishing returns 边际效益递减。在德国你的收入越高，你和政府的关系就越亲密，算一笔很恐怖的账。目前1个月在德国，从我薪水扣掉的税就已经是我在台湾第一份薪水的3到5倍。也就是说，我当时在台湾要全职工作将近半年，才有可能缴得起我目前在德国1个月所缴掉的税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德国工程师不愿意加班，因为加班费的一半其实是帮德国政府赚的。那么来到德国久了你就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发现，这里的物价其实是一个双重标准的世界。如果你去超市买牛奶、面包，甚至是有机蔬菜，你会发现价格其实是很合理，甚至比台湾还要便宜。但是
一旦涉及到人的服务，价格就会呈现指数级的暴涨。在台湾啊，28K 的时候，我依然可以很常外事，因为那边的人力成本允许我们享受便利。但在德国，当这份便利需要支付高昂的人力税和服务费时，一切都变了样。在慕尼黑啊，随便一个像样的晚餐就要25到30欧元，大概是台币1000多块左右吧。但当你发现啊，一顿普通的晚餐的溢价高达400% 时，不消费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比起台湾，这个系统的 CP 值低到不合逻辑吧。所以在德国，你会发现很多年薪100万的人过得比台湾的月薪5万还要节省，这就是所谓的高薪贫穷感。所以德国人多半把钱花在高品质的原料上，像是好的食材啊、好的旅行，而不是花在昂贵的人工服务里。讲了这么多德国坏话，税重、物价高、存钱难，那你一定会问，既然这样，你干嘛不回台湾？你是 M 属性吗？这当然就要回到那张28K 的薪资单，台币2万8，当年买走的不只是我的技术，他买走了我的时间、我的肝，以及我随时要回来的焦虑。那是责任制，那是无止境的加班，而且才28K。那时候的我啊，赚的是生存。但在德国，虽然政府拿走了我将近一半的薪水，但剩下的一半我买到的是什么？他买到了我每天准时5点下班，没有人能在周末传简讯给我的权利。他买到我和我太太推着女儿去公园散步，不用担心要加班的时光，以及一个不用担心哪天生病了会破产的社会安全网。对现阶段的我来说啊，虽然钱包扁了一点，但我赚到的是生活。所以啊，最后总结一句话，就是我认为在台湾我赚的是生存，而在德国我赚的是生活。那今天分享就到这，我是勋。如果你喜欢这种视角的德国观察，别忘了订阅，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台湾的低税率高工时，还是德国的高税率低工时呢？我们下次影片见，悄悄。